萧一成，我为什么这么做，你不明白是吗？我收了你这么多年，不管是8年前，还是8年后，你眼里只有林夕。哎，活久见，嘿，林夕居然还能栽跟头。我跟你赌1礼拜咖啡，林夕必北超鱿鱼。小哲，小哲，来，你看，这算是大仇得报了你。哎，小哲，你是网络部的，怎么会跟林夕有交集？他投诉过我，什么情况？公司网络升级，我以为都清场了，没想到林夕还在小会室加班，升级的时候断网，就中断了他的视频会议。这，照理来说，每个月网络升级的时候都是半夜啊。我第2天请了年假，早上7点的飞机，所以那天我就提早了3小时升级。哎，就因为那次投诉，小哲被扣了3个月的奖金，差点连房租都交不起了。那你去找他解释啊。说了，他说制度是制度，人情是人情。算了，不提他。你看，老天帮你收拾他，也算是替你报仇了。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边是我们的项目组长魏天，议员谭莎莎，这边是总部的法务经理白老师，公关部的小米。根据我们跟农贸会的合同，如果因为华生的差错导致甲方的损失，除了保险公司的赔款外，我们需要承担2倍的赔偿。可是我们所有人都查过邮箱了，没有人收到过第3份对照表。那有没有可能他们那个图是伪造的呢？我找网络部的人查过，没有 P 图的痕迹。这中间发生了什么，我们不得而知。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，我偏向和美方调解。调解的话，就相当于是我们理亏了。林总监，现在舆情也很要命，科技新势力在带节奏。您看这标题：农贸会订单乌龙，华生丢脸丢到太平洋彼岸。还有这个，华生知错是否会让国内翻译界集体丢脸？还有很多官媒都在转发，华生官媒底下已经突破了3万的评论了。小米，我们先发一份声明，内容大概就是华生正在彻查此事，如有失误，我们绝不姑息。好。哎，再补充一句，有任何的恶意诽谤，华生都将保留法律追诉的权利。明白。但这份声明只能暂时压一压舆论，要是后续没有明确的补救措施，估计会很麻烦。那美方那边具体是什么意思啊？对方要求2倍的赔偿，5年的无偿翻译服务，以及社交媒体的公开道歉。这后果也太严重了。这第3份对照表是板上钉钉的事情，你们没收到也好，为自己人误删也罢，赔偿恐怕是免不了。现在的关键是跟奥伦公司斡旋，把补偿降到最低。不管怎么样，先发声明吧。后续的事情我们再想办法。好。不好意思。喂。喂。现在？好，马上回来。知道了。高教授，您把我们叫来，不是来看您下棋的吧？人生如棋局啊，纵横交错，赢者的境界呢是戒骄戒躁，输者的境界是落子不悔。有话您就直说吧。今天外公叫你们来，是想说农贸会的事情。该说的话我们都已经说过了，您还有补充吗？你去找西西了。外公找你们来，就是想谈谈农贸会的事啊。关于农贸会，你们有什么打算啊？你们不是都已经给我安排好了吗？安排什么？
我知道，你们一直都瞧不起我。莎莎要爱惜自己的羽毛，履历上不能有任何的瑕疵。反正别人都是一路摸爬滚打走过来的，扛打扛摔扛无名，无所谓是吗？所以这次的事件应该由别人来扛，你们是这个意思吧？你就是这样看待你外公的？爸，西西年纪还小，说话没轻重，别在意啊。想让我来扛也不是不可以，拿条件来交换。你要什么？给我妈妈打电话，跟她道歉。胡闹！看来是没得聊了，我先走了。西西，西西，林夕，爸，你说说。外公，这个项目是我负责的，我的错误我自己承担。莎莎，你别捣乱，坐下。以你的级别，还没有资格担责。就算我没有资格，也不该你来承担。这次的事情，我来扛。林夕，不是因为你们，是因为在大客户部成立的第1天，我就承诺过，你们只需要对自己的案头工作担责，其他的风雨我来扛。我走了。等一下，外公，农贸会的事情和林夕没有关系，我去向张总请罪。我说过了，不需要你。我也说了，不该你来承担。哎，这才是像我们高家的孩子。你们2个人，于公是同事，是战友，于私是一脉相承的姐妹。现在遇到了问题，你们没有互相推诿，而是勇于承担责任，我很欣慰。来，你们坐下，坐下来。来，爸，来，您坐。好，你们听我讲啊。40几年前，我给国际刑警组织翻译一份引渡的条约，结果因为一个单词的错误，中外双方反复的去研究文本，不仅影响了工作的进度，而且还耽误了办案。我的心里是非常的内疚。那后来呢？后来我的导师替我说情，我对导师说，错误是我犯的，我必须承担责任，我应当受到处罚。结果呢，我后来被调到了资料室，坐了3年的冷板凳。我当时啊，就是努力苦学，钻研翻译。我对自己说，这样的错误，我高鹤年一生只犯1次。如果让我坐几年冷板凳，我相信我自己一样可以重新爬起来。我也可以。我相信你们都能做到。爸，这件事，我是不会干涉张家康的任何决定的。不管是处罚你们1个，还是2个，都应该接受。当然，我也同意。妈妈找你的事，很抱歉。是你，他是他。不管这次处罚结果如何，我希望都不要影响到我们俩之间的感情。我们之间什么感情？亲情。你就是爱屋及乌吗？因为老魏，所以跟我谈亲情。哎呀，我就送到这儿，你路上小心。傻的可爱，跟老魏真配。爸，您怎么下来了？要不要我给你弄点水果啊？高玲啊，
西西和莎莎都是我们高家的好孩子，我不会厚此薄彼的。爸，我明白了。是有口径。海琼姐，您要是愿意帮忙，我肯定是6000吨萝卜对我们来说不算多，不过你打算怎么借我？据我所知啊，您未来呢有5年的海外战略部署，对吧？那我们语义愿意提供免费的翻译机服务，您看怎么样？听起来这笔买卖很诱人呢。谢谢海琼姐。我明天上午跟合伙人商榷一下，中午给你答复，行吧？好，那我等您回复，好吗？好。哎，再见。泡菜大亨朱海琼。啊。你觉得他会同意吗？当然啊，你想想啊，第一，森美的白萝卜品质很好，祝氏呢又是做泡菜起家的，这两者正好一拍即合。第二呢，他们未来要开拓海外市场。那如果有羽翼的帮助，那必定是如虎添翼。第三，祝氏正好可以借此机会炒一波热心的人设，对未来的销路也很有帮助，何乐而不为呢？肖总，你适合去做公关。别担心了。总觉得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。没事，有我呢。好想抱一抱你啊！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张总急召。什么事儿？农贸会官网宣布取消与华生一切合作。维护了10年的客户就这样解约了，这是在打华生的脸。我去找农贸会的严主席谈一下吧。谈什么？聊什么？现在就算你说是免费服务，严主席也不会再用。况且，永运的王总已经去接盘了。让你去自查，查了半天什么都没查到。昨天晚上发的那个不痛不痒的声明，网友很不买账，还激怒了严主席和我们解约。林夕啊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张总，这也不是希姐的错呀，那鬼知道对照表到底去哪了呀？从明天开始，大客户部所有的项目暂停，让老陆接手。散会。在总公司的处罚结果出来之前，大家休假。约好。请吧。破公司谁爱待谁待吧。大客户部估计要灭亡了。真的假的？我听人事部张姐说的。那他们这些人会分到什么部门啊？
天哪，千万不要让林夕来我们部门。你想什么呢？堂堂总监能来做普通议员，林夕那么心高气傲，肯定辞职走人。对啊。哎，林总监出来了，林总监，林总监，不知道贵公司对您的行为会做出什么处罚，后续又打算做什么赔偿呢？据我所知，圈内对你们意见颇深。你们这次失误是您一时大意，还是因为你们基本功不够扎实呢？您再简单的解释几句吧，说几句吧。林总监，我是科技新势力的主编，国际农贸会组织发文宣布将不再与华生合作。这件事情在外网也引起了轩然大波，对此有什么看法？你就没有丝毫的愧疚吗？一切以华生官宣为准，我个人不方便回答，谢谢。林总监还是再说点话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们真的已经等很久了。您简单说两句。作为个人对你公司各位网友，表态好吗？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华生翻译。这次舆论风波的当事人林夕，此刻就站在我身后。面对媒体的采访，他始终不左右而言他，圈中没有一位议员为他发声。可见，对于这件事情，多说一点好吗？你吵，简单说两句。我们真的已经等了很久。借过一下，借过一下。肖总，这不是借过一下，肖总你怎么来了？来这里了，肖总。等我离耍。借过一下。不要跟上了。要不给你买票，出去玩几天？逃避不是我的风格。行。其实你不用特意来陪我的，你有事就去忙你的。陪你才是最重要的，知道吗？饿了吧？吃点什么？火锅、日料还是韩餐？没胃口。我饿了，就当陪我去吃。你先休息会儿啊，一会儿到了叫你。小贤，走吧，吃饭。我没胃口。我知道一家新的日料店特别好吃。天哥，要不你和王强他们去吃吧，我真的不饿。哎，你这人早上也不吃，中午也不吃，你要成仙啊！走了，吃饭。阿婆，哎，要一个糖山楂，带2份糖衣的。哦，好，5块钱是吧？是，这一寸比较好，这就是2层糖衣的。谢谢阿婆。走吧。来，来吧，第一口最甜。好吃。好久没吃了。我记得你们俩那天晚上，小姑娘好像还喝醉了。阿婆记性真好。阿婆送的。这不行不行不行，老客户来，阿婆都会送的。谢谢阿婆。谢谢阿婆。不谢不谢。第一颗给你。
好吃吗？好吃。辞职吧。干嘛又想推荐我去新加坡那边？工作这么累，我养你啊。经典台词不能乱用的。林小姐，那你愿不愿意给机会？肖总，你这是在求婚吗？在这里？我告诉你，我户口本可在车上呢。哎，肖总，你这是趁着我四面楚歌的时候求婚，算盘打得有点响啊。我是认真的。其实有的时候呢，我会觉得翻译的工作好辛苦啊。但是转头想想，干什么不辛苦呢？做糖葫芦也很辛苦啊。但你做得很好啊。有一天我要是不当议员了，就开一家糖葫芦店，也不错。阿婆，哎，你们店转让吗？啊？没有。阿婆转让，跟我说一声啊！什么啊？神经！堂肖总去跟人家抢糖葫芦店，不怕笑掉大牙呀？被人家笑就笑呗，我又不怕。做的还是很好的，再接再厉哦。林总监这么受欢迎，我敢表现不好吗？这个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。什么？什么？你刚刚说什么？我说，林总监那么受欢迎，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。我想到了，走啊！不是想到什么呀？小心石头。调查内鬼。林总监，你这是病急乱投医啊！自己误删了邮件，硬说是公司有内鬼要搞你，林夕，你这是在搞内部分裂啊！第3份对照表是板上钉钉的事儿，但大客户部所有人都没有收到，这也太诡异了。所以我绝对有理由相信是有人做了手脚。那你要调查多久？总不能3、5年的查下去，直到不了了之吧？3天。3天后没有查到原因呢？我辞职，并且退出翻译圈。不许胡闹！总部那边我会暂时压着，3天内给我一个结果。谢谢。网络部吗？我找一下小哲。小哲，我是林夕，麻烦你帮我调取一下上个月11号到20号的记录，查看一下农贸会发给华生的邮件痕迹。林总监，这个工程量比较大，但是我们手上都有别的事情要做，恐怕抽调不出人手。那你们什么时候有空？可能得1周后吧。这么久？对。知道了。怎么样？他们人手排不开，最快只能下周给我调了。要不我们找外边的专业人士来帮忙？不行，涉及了公司机密的。我们可以跟他签保密协议啊。得去总公司盖章，然后拿着函去，他们才能把电脑给咱们。那现在怎么办啊？林总监，你想干嘛？
叶小哲，27岁，进华生3年半，曾获得过2次优秀员工，1次季度处罚。你什么意思？那次罚款是因为我的投诉，对吧？你觉得我做错了吗？林总监一向在公司横着走，怎么会有错呢？每半个月的网络升级，公司的所有部门都会在大群里面上传当日的工作安排，目的就是让你们部门规避掉升级时间。而我们大客户部已经提前2天上传了公告，你并没有看到。因为你的升级，导致我和客户的岳阳视频断线，错失了那个单子。你是在因为这件事情记恨我吗？我没有。这次对照表的事情，我被撤职也好，大客户部被取消也罢，归根到底，伤的都是华生。这个已经发给对方了。发过去。那就好。陈主编，肖总现在没空会客，请你先回去。毛毛，你先去忙。这封律师函什么意思？陈主编，你自己不清楚吗？我做错了什么？10几年的感情，如果不是看在10几年同窗的份上，你收到的就不仅是律师函了。为了林夕，你就这么绝情？为了林夕，我还可以更绝情。我只是正常发文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未经取证，随意的胡编乱造，旗下的几10家营销号在同一时间段跟帖发难，联合林夕的对家伪造说辞，这些都是你的手笔吧？肖一成，我为什么这么做？你不明白是吗？我守了你这么多年，不管是8年前，还是8年后，你眼里只有林夕。我的痛苦，谁又能明白？我到底哪里不如林夕？雪娇，我来告诉你，林夕痛苦，他只会想办法让自己不那么痛苦，而你只会毁掉让你痛苦的人，这就是你跟他的区别。你的电脑，你的删除痕迹。我没删过。21号13点43分，你在哪里？
跟程瑶开会，2号会议室。所有人的电脑都有密码，除了你，还有谁能打开？大客户部的人都知道，150203我进华生的第1天。张总，我不接受有罪推定，我申请调那一天的监控。监控可以调取吗？那几天物业公司来做监控更新，不保证能查得到。尽量吧。林夕，查到是谁在背后搞鬼了吗？有怀疑对象吗？希姐，这个家伙太阴险了，找出来非弄死他不可。要不报警吧？不能报警，报警的话对公司影响不好。反正不管是谁，一旦被查出来，别想再翻一圈混了。干活吧。查出来了？没有，但是有3个镜头，大概有6分钟的黑屏，其中一个正对你办公室门口。黑屏的部分可以修复吗？不能。是不能还是不愿意？既不能也不愿意。林总监，你看到这个点了，我还在加班，就是为了帮你一帧帧去看。我现在得下班了。哎，先吃饭吧。咱们谈谈。想干嘛？小一成，明天中午之前就能恢复素材。你怎么说服的他？利益。你给他好处了？大厂的内推名额。就这样？嗯。博大计算机毕业，怎么能甘心做网管呢？嗯。吃饭吧。你心脏怎么样？是谁啊？你心脏好的话就看吧。一眼就能看出是不一样的蔬菜，你写的什么？全部用1个单词，你是疯了吗？是陆克里那边的人干的吧？你怎么了？数据恢复不了。我出去一趟。林夕她脸色这么难看，到底发生什么了？谁那么缺德呀？往人家门口丢垃圾，什么人呢这是？哎，你看看这弄的这。阿姐，你知道这谁丢的垃圾吗？等我一下。不知道，没看见，太缺德了。
找谁呀？陈文在吗？我靠，不行！我跟你说，这单你们谁也别跟我抢，老娘都好几个月没开张了，再这么下去喝西北风去，不行！哪里？谁呀？我林七。你来了。你出来还是我进去？哎，我那货什么时候来呀？你是陆克里的人。那是有人威胁你。你有什么难言之隐可以说出来，有问题我帮你一起解决。辞退公告，今天会发在官网上。你早就打算试用期满了之后开了我，还是我留不下来，不是吗？我做了什么让你会这么觉得呢？那天我在工地，你打电话让我查资料，又嫌弃我做的不够好。那个时候我就知道，我留不下来。我一直对你严格要求，是因为我一直在帮你争取转正之后更好的待遇。随便吧，结果就是这样，你怎么说都行。那你为什么要删我的邮件？我那天刚被你骂完，又要扣我绩效，我很生气，我一生气就……我后悔了，可是我删得太干净，我找不回来了。你犯了错，我批评你，反倒是我的不对了。你对，你永远都对，你是林夕，你怎么会错？我有错，无非就是日期写错了，全角变成半角，甚至有很多不该我做的活儿，你当我去做，我不能有怨言，做错了还要被你骂，凭什么最苦最垃圾的活永远都给我？凭什么我做错一点点，你就要疯狂暴雨的批评我？我就是个普通人，我也会痛，所以我对你的栽培，对你来说是痛。栽培？别说那么好听，你就是职场霸凌。记不记得当初你来面试，一共有9个人，其中8个都是985毕业的，可我最后选择了你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在你身上，我看到了自己的影子。起点不够高，但足够努力。华生向来都不缺优秀的人，我们只有付出更多的努力，才可以超越他们。我不需要，你不懂，是，你可能跟我一样，没有一个好的学校毕业，可你外公是高教授，你爸做生意家里不差钱，我怎么跟你比？你看我这儿，我想查资料，网络不行，
我想安静的看会儿书，隔壁、楼上、楼下都在吵，我们永远都不会是一类人。林夕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我根本不需要出人头地，我只想哪怕有一张舒舒服服的床，让我有一晚上睡踏实了。可是不行，你只会火急火燎的催我做事儿，而我连手机屏幕摔碎了我都舍不得换。你不要再假惺惺的为我好了。你以为华生只有我恨你吗？行政部、口译部、笔译部、宣传部，全公司有多少人讨厌你，你知道吗？或者说，全公司有几个人是不讨厌你的？你今天来找我，无非就是想让我愧疚。可是林夕，希姐，我真的撑不下去了，你走吧。你自己递辞呈吧，否则你在这个圈子里面也混不下去了。我不需要你装圣母。没事吧？